你一定经历过出门拍照、刷个影片，手机就快没电，带线出门又不够利落，放在包包里面，线又常常在打结。用磁吸式的行动电源重得跟砖头一样，常常又看到行动电源炸掉的消息，就跟之前 S 手机一样。S 手机，因为我怕被告。阿肥今天要来分享 EGO 推出的 Make Power 半固态行动电源。厂商问了我的手机颜色，我跟他说我的手机是 Orange，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寄过来却是蓝色。啊，认真，这颗行动电源的质感其实非常的好，但是跟阿肥一样，都是裸机在使用的朋友就要特别的小心，因为这颗行动电源的外壳它也是铝合金制的，长时间如果你要拿来拿去，或是放在背包里面跟手机滚来滚去，那就要小心你的外壳会有所刮伤。比较建议啊，是你已经有一个手机壳在使用的朋友，或是你就直接磁吸在手机上面，不要拿下来，因为它是 N540磁铁，所以它的磁吸力道是非常强的。直接单吸在手机上面啊，基本上你放在包包里面是不容易被撞掉的。并且这颗行动电源除了质感还不错，背后的磁吸吸得很稳之外，它的前方还配了一个小型的 OLED 萤幕，你可以随时的知道行动电源的电量是多少，并且在充电的时候也可以知道即时的充电瓦数，不用像瞎子摸象一样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有没有启动快充。而我搭配加购了这个官方充电线，它有这个充电瓦数的标示萤幕，它的充电速度算是快又稳定，支援30瓦的 PD 快充。iPhone 17 Pro 用实体的充电线从20%充到80%只需要3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而用磁吸充电实际测试呢，大约是在40到45分钟左右。那阿肥自己用手机在外面拍摄的时候，实际使用 iPhone 大概17 Pro 可以充满快2次的次数，当然不是从0到100%，因为阿肥通常都是在20%以前就一定会插着充电，而磁吸充电的部分实测大约是在 1.5 次左右，因为磁吸充电多少还是会有耗损，所以用线充还是比较好，但是基本用磁吸充电已经是相当的够用了。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使用1天是没有问题的，可以安全的回到旅馆。最后它是半固态的电芯，然后又有国家的认证，它可以带上飞机哦，这一点是相当的重要。我之前都是用2万5的那颗超大的那个行动电源，哇，那一颗大概1点多公斤哦。大概我自己使用2到3天才需要充1次电。那用这一颗的话呢，我必须要每天回到家或者回到旅馆的时候就一定要充电。可是呢，1颗就够用了，所以相对来说是轻了不少，并且呢，它又是铝合金的外壳，有这一个气凝胶跟石墨烯的隔热跟散热的功能。重点是一般的行动电源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容易发烫。我在使用测试的当下呢，手机是没有跳出过热不充的状况。好了，那以上呢就是阿肥使用的状况分享啦。接下来就要说一下厂商希望阿肥帮他们讲的东西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也是我已经有经过验证过后的资料。EGO Make Power 的行动电源呢，它有通过 BSNI、NCC、CE、FCC、B0 防火等级的国家验证。此外，它拥有10000 mAh 的大容量，但它的厚度呢，仅不到1.1公分，相当的薄。因为它采用了半固态电芯，比起传统的行动电源，它的能量密度更大，在相同的充电容量底下，它可以做到体积更小，并且半固态电芯比起以往的液态电芯更加的不容易起火，在安全性来说是提升了非常不少。阿肥补充一下，液态电芯、半固态电芯跟全固态电芯，理论上你可以做到100%不燃的，要到固态电芯。不过如果是全固态电芯的话，这单颗的成本可能应该会过万吧。接下来它支援30瓦的 PD 快充，还有 QI 2.2 的25瓦磁吸充电，这个就是那个最新的那个 iPhone 的那个无线充电，他们就是支援到25瓦。但在市面上除了 iPhone 的那个无线充电板，
之外，我就看到这一颗它有这个25瓦的无线磁吸充电，而它采用全铝合金的外壳设计，配置了气凝胶跟石墨烯。这两个好像是两种不同的东西，一个好像是隔热，一个是散热嘛，对不对？不止隔热，还能增加手机散热。那就像刚才阿肥所讲的，我在整个磁吸充电的过程当中呢，因为它主打还是磁吸充电的，因为它超薄。我在磁吸充电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过热无法充电的状况。当然，如果你拿到大太阳底下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它可以撑得住啦。我是一般在室内使用的时候，它没有出现过任何过热的状况。好，那最后面阿肥来做一个总结，电池的进步真的是越来越好。虽然比起一些软体上面的进步，这一种硬体的进步它是比较缓慢的。其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不是重度、超重度的这一种可能摄影拍照使用者的话，正常来看影片加一颗这个行动电源的话，整天的使用阿肥实测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那如果有便宜的话，我认为是可以入手的，因为相较于现在网络上有一些人他们的团购，甚至那些在卖的人，他也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所以相较于那种杂牌的行动电源来说，有找到有这种检验的、认证合可的再去做购买。Egomic Power 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安全，因为之前也是有蛮多的厂商会来找阿肥开箱行动电源，但你们应该会发现，就是阿肥其实没有什么在介绍行动电源，因为有些就是光问认证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，所以我就不敢跟你们分享。这个呢也不会有团购啊，但他们是有众筹啦，你们可以自己去。他们是在嘖上面众筹吧？嘖吗？万一讲错公司就糟糕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朋友，就可以去上面看看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。对于这颗行动电源，如果有任何问题的朋友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来询问阿肥。接下来有好几支比较长的影片正在剪辑还有拍摄当中。所以上片的节奏可能会比较慢一点，因为这些影片是比较认真的，像是例如接下来会上的，除了电视盒以外，这个汽车上面的音响的这个指正垫的这个配置安装，还有就是汽车音响的这个 DSP 的调音，它该怎么样子设定，这些阿肥都会一一的拍摄出来跟你们分享。然后，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啊，想要直接联系到阿肥，如果你在留言区留言，阿肥还没有及时回的话，你们很急的事情可以直接加这个团购的社群，Ride 的团购社群。放心啦，加团购社群不是说一定要买东西才能加入啊，因为阿肥常常的都在社群里面聊天，这个社群算是一个跟大家聊天的一个地方，只是它挂了一个好像是团购社群一样的东西而已。好，如果想持续看到我影片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追踪我的 IGF， 每周1、2、3、4、5、6日晚上的6点，我都有可能会上片，现在随性上片。我是阿肥，我爱你们 ，See you later， 拜拜。用心去感受真实的体验，每一个瞬间都有不同画面，故事的旋律在耳边响起，跟着阿肥走梦想无限的奇迹。